有的人来找对象啊，他要找的那个人哈，根本就叫不存在。不是我毒舌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前几天有个86年的女士跟她妈妈一起来的，她可是直接把我给搞崩溃了。她妈妈先跟我说哈，女儿现在还单身啊，就是很着急了，马上就40岁的人了，还没有个正经男朋友在交往，现在亲戚朋友们介绍的也很少了，所以呢才过来找我的。她女儿一直看着手机，不太配合的表情，让人很无语啊。而且还说自己没那么着急，就是她妈妈着急，自己是不想将就找一个的。而且呢，她对自己的颜值啊非常的自信，说自己显得特别年轻，生活中甚至有比她小很多的男生追求她。其实我看她长得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年轻，还是有一些岁月痕迹的。我看这是滤镜美颜啊，看多了哈。那我就问她，那你自己想找个什么样的呀？她说当然要找个自己喜欢的了。其实哈，她自身条件还不错，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她自己呢也是海外留学的硕士，北京人，有房子有车，在国企工作很稳定。她的要求就是喜欢180以上的男士啊，学历跟自己差不多，家庭条件也得门当户对的，有房子有车。但是呢，她只找国企、央企体制内或者公务员。我一听她这么说哈，我就想起一个男士。于是呢，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情况。男士呢是78年的，是个公务员，身高1.83米，有2套房产，学历家境都不错，还是离异未育的情况。他觉得可以，于是呢，母女俩就商量了半天啊，就问我了，那这个男士他们这种单位是不是不让出国的呀？家属也一样。我说是的，他们这种单位的话，这方面要求是很严格的，不能随意出去的。这个时候他妈妈就说话了啊，那不太行啊，我们每年都要出国旅游的，那我女儿要是跟他结了婚，我们都出不去了，那还是算了，换一个看看吧。于是呢，我又想起一个在体制内的男士哈，80年的，也是北京人，有3套房产，离异，孩子跟着前妻，在体制内，但不是公务员。这个女儿马上就关心这个男士在单位是什么职位的。我说他就是个科员，没啥职级的。他又不满意了啊，说那不行，他都40多岁了，还是个普通职位，那得多不上进啊，能力得多差呀，而且还是个离异的。于是哈，我就说，那如果一个男人在体制内，人家还有几套房产啊，在单位还有个比较高的职位，身高还1.8米，还是个未婚，那么好的条件，他还能单着吗？就算单着，他能找你这么大岁数的女人吗？有的是大把比你年轻的女人愿意找他的，你根本就不是那些年轻女人的对手。结果他说，是不是你这里就没有这种资源呢？我说不瞒你说啊，满足这些条件的人啊，那人家的选项何其的多呀，还能落到你手里吗？大家说对不对？有没有发现哈，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男性哈，在相亲的时候呢，总是着急速战速决？其实这是因为啊，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大多数男人呢喜欢踢足球嘛，虽然在相亲当中确实是男士啊更主动啊，他们会主动聊天，主动约见面，去主动推进关系。对男生来说呢，很快就能确定自己是否喜欢一个女生的。但是女生不一样啊，她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对方，再用一段时间确认对方是不是真心喜欢他们。结果呢，一开始男生都很积极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男生看不到什么希望，他干脆就放弃了。而往往这个时候呢，女生才刚刚开始觉得可以再深入了解一下，可惜呢，已经晚了。女生喜欢追求的过程，而男生呢，喜欢追求效率。如果合适，咱就继续；不合适啊，我们就赶紧下一个，没有必要浪费彼此的感情和时间的。想象一下嘛，一个男生偶尔相亲1-2次还好，失败了呢，也就是积累点经验嘛。但是如果一个男生相亲多了，碰到的女生都很慢热，又没有进展，那男生会觉得心很累的。所以他们会开始调整策略了，把追求的流程呢压缩到最低，减少自己的投入。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要知道现在很多的男生他压力是很大的，要赚钱买房买车结婚养家，投入很多的时间金钱感情，最后呢他可能还会换来一句不合适，那得多悲催嘛。所以大家理解了吧，为什么男生现在在相亲当中表现的比较急促不过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些男生面对催婚的压力，不要太过急于求成了，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它是需要慢慢培养的。高效的追求是好，但是太草率的放弃也是不好的。
大家说是不是？现在啊，被毒鸡汤毒傻的女人和那些三观很正的女人，她们的区别啊，真的大了去了。被毒鸡汤毒傻的女人，她说啊，你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一定要看他给你花多少钱，花的越多，说明他越爱你。不舍得给你花钱又抠门的，那一定是不爱你的人。女人给男人生孩子，那就是对男人最大的奉献，所以他对我们好，那是应该的，他就应该付出代价的，那是他欠我的。要不他自己生一个给我看看。他们还说啊，那些只图感情不图钱的女人呢，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女人，最后呢都会输得很惨很惨。倒贴的女人那不用提了，那真的是蠢到家了。一个男人连家都撑不起，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吗？如果我有钱，我又有貌，我还有子宫，为什么我非得结婚？要不我要个男人干嘛？给我添堵是吗？我们再来看一看三观很正的女人，她们怎么说的啊？她们说啊，我又不是什么商品，我的感情不需要用金钱来换取，男人给我花的钱再多也不一定代表他爱我，真正爱我的男人是会给我一个家，用一辈子来守护我的人。我不认为生孩子就是给男人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孩子那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我们都很爱他，是我们共同生命的延续，也是我们爱的见证。他们也不会认为那种图钱的女生是傻瓜，反而这些女人才是聪明的，因为婚姻它一定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财富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奋斗努力的，这样的婚姻才会稳固，才会幸福。在婚姻关系当中啊，一个女人要是没有钱，大部分的男人啊都愿意养她，而一个男人如果没有钱了，那些物质女啊就马上想远离他了。而一个真正的伴侣，一个妻子却会不离不弃，他会说没事老公，我养你。当男人东山再起的时候，有很多傻女人又会回来找男人，还能要他吗？傻女人呐，天天都在喷男人啊，男性欠我们整个世界啊，一边呢又要公平，一边又要求别人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真正聪明独立的女性啊，她们是把男人当朋友的，当人生的伴侣的，当一生的盟友的，是共同进步的良师益友。你们觉得到底哪种女生更值得被爱，更值得被选择呢？她们到底谁傻，谁更聪明呢？评论区咱们聊一聊好吗？别再问我离婚了好不好找啊，二婚的人啊，不论男女，想再找个对象真的是太难了。女的吧，总想再找个男人去依靠，但是男人找她吧，大多数啊就是想睡睡觉。二婚的女人心气儿往往还挺高的，没钱的她不要，有钱的她又够不着。好不容易遇到个知冷知热能舍得给她花点钱的男人吧，可能人家又是个有家室的。女人还是不甘心，越嫁越差，那眼光呢总是往高处看的，带个孩子呀还做着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美梦。所以啊，二婚的现状是这样的，男的没钱，女的不想要，女的年龄大了，男的不要，男的有钱呢，女的又够不着，女的有钱吧，心气儿还挺高，女的长得不好看，男人不会要，男的没啥大本事，女的不想要。离了婚没有孩子的不好找，离了婚带着孩子的呀都没有人要。条件好的不考虑他，条件差的一听有孩啊就放弃掉。女的想的是，你要是肯给我花钱，还对我挺好，那我可以考虑考虑。男的想的是啊，那我要是给你花了钱，你又反悔了，我哭都没地儿去。男女双方都是走过弯路的人，都吃过一些大亏啊，大家呢都长了360个心眼儿，各想各的利益啊，各算各的账，真的是太难了。如果你也是个离婚的啊，你还打算找还是不找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极端女权主义他们的理论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说啊，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而且大多数都是女性提出来的呢？那是因为男人在婚姻当中是最大的受益者啊，而女性在婚姻当中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在于怀孕生育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啊，还不能用金钱来计算。他们说，女性一定不能沦为给男人生孩子的机器。还有呢，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这些也是不能用费用计算的。所以女性照顾家庭、带孩子、做饭，那不就是个免费保姆吗？如果按照女性在生育这件事情上创造的价值来讲，男性啊未必给得出这个价格。所以说，聪明的男人会把老婆当成自己的宝贝，而且就根据目前这个结婚率而言，你以后有一个老婆啊，你就烧高香吧啊，别拎不清了。另外，孩子生出来那也是跟男人姓啊，那女性确实就是在给男人传宗接代吗？这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它绝对就是不公平的。他们甚至认为
不结婚不生孩子，有能力经济独立，有自己的事业，自强自立，不依赖男人，那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女性。虽然说我也是个女性，但是我必须说，极端女权主义那就是一场阴谋，它宣扬女性觉醒和男女对立。那我就想问一问，如果你认为在家当全职太太就是给男人当佣人，那么你出去工作是不是就在给资本家当佣人呢？他让你认为在家帮助自己的丈夫照顾家庭，那是在被奴役，但是出去为雇主效力呢，那就是一个独立女性了。这个不是扯淡吗？生个孩子跟男人姓就对你不公平，那你可以加上你的姓啊。孩子从你的肚子里出来的，以后要管你叫妈，那不是你自己的孩子吗？你说婚姻当中男人是最大的受益者，那到底体现在哪里啊？你是给男人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吗？还是给男人带来了情绪价值上的利益呢？或者说你是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方面的利益吗？如果说你认为你赚的比男人多，你就觉得凭什么老娘要伺候你呀？那这句话我们换一个性别来说那是不是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男人比女人挣得多，那这个女人是不是就应该乖乖的伺候男人呢？所以极端女权主义它是自相矛盾的，根本经不起推敲。你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认识到，在婚姻当中男女不应该对立，女性呢是否有自我并不取决于她是一个全职太太还是一个职业女性。其实全职太太是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的，如果你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的家人他也就能明白，那你的婚姻就不会出现问题了。所有的角色我们都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所以我们要让极端女权去她该去的地方，你们说对吗？有些大龄剩女真的是古怪到家了，真的不是我非要说你们，我对你们也绝对没有偏见的。我呢是做红娘的我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有正确的择偶观，有正确的婚恋观。可是在我工作中大量的遇到大龄剩女，真的没有几个不带点这个那个的问题。就你们自己看一看是不是这样首先你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你就别太挑了，对不对？你偏不，你来找个对象列出几十条要求，什么奇葩条件都有。比如说你觉得男生一年挣50万还只是一个基本生活水平，那我就不太懂了你一年才挣10来万，我也没见你去讨饭呀，那你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又比如说你觉得男生一套房子不够，必须得有2套房，因为以后父母来住在一起不习惯。那你是不是没有概念呀北京的房价你是觉得太便宜了吗？谈恋爱的时候男生就得主动付出，就得拿出诚意来，那你的诚意又在哪里？不花钱或者少花钱，那就叫男生想白嫖你。那按照你这个意思，是不是多花点钱就可以嫖你了？关键的是人家可能花了很多钱，诚意也到位了，你呢也不一定会跟人家在一起。说不合适的时候，你1分钱也不会退给人家，对不对？说起来就是男生自己主动给你花的又没有人逼他。我就觉得你们自己都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了但是商品它还有保质期呢，你都过了保质期了，好不好？这句话不管男女都一样适用的。这个就是现实世界，你都给自己定价了，就不要怪别人把你当做物品。你还天天的警告人家，我自己很慢热，要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还有动不动婚后钱要给你管，你那是真的想管钱吗？我看你只不过是真的想花钱。你说你爸都是上交工资卡的，那我就问你，你有你妈的那一份勤俭持家的本事吗？就这样的思想观念找个对象还要提出800条要求，我看这个地球上都没有配得上你的男人，你就别找了，自己单着挺好，你说是不是？这个二婚女最愚蠢的想法就是想嫁一个优秀的未婚小哥哥这个想法到底有多可笑多荒诞。我呢做红娘都10来年了我就没有见过什么优秀的未婚小哥哥能接受一个离异的女人的。告诉你这个概率直接就为0。如果你是一个梦幻派的二婚仙女我觉得你赶紧不要往下看了，我怕你真的受不了你会骂我。
今天呢，我就给你讲清楚真相啊，真的是很残酷的。终身大事，谁不想择优入选呢？谁不想门当户对呢？谁不想等价原则呢？这个就是答案嘛。只有条件差到未婚小姑娘根本就看不上的男生，他才会退而求其次啊，去考虑二婚的女人。这个呀叫委曲求全，不得不这么选了。我再问问你们啊，条件差的那些未婚男生，二婚女你要不要啊？你又不愿意要嘛，对不对？虽然我们不能绝对化，但是咱不得不承认啊，二婚它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减半的一个情况。咱能不能啊，不要自欺欺人？毒鸡汤啊，真的是中毒太深啊！网上有些人啊，天天振振有词啊，说离婚没啥，二婚的人啊，就像被加持了一样啊，被镀金了啊，那简直就是大宝贝。离婚就是在提升你的价值，相信这些话的女人啊，这个就是你幼稚可笑的地方。你要有判断力。就算退一万步说，你要是真的有本事啊，嫁了一个优质的未婚小哥哥，要是有一天你们有矛盾了，他说你是二手货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什么感受啊？所以我拜托二婚的女生，你一定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的，你别被网络上的那些毒鸡汤给吹捧了啊，整天被他们迷的五迷三道的，掩耳盗铃啊，故意去弱化这个离婚的事实。你要明白一下啊，中国的男人他在骨子里的还是很传统的。二婚女人你再好，你也没有未婚小姑娘那么香的，懂不懂啊？婚姻真的是价值交换，这个是重点呀。有些二婚的带娃的还心心念念的惦记未婚大小伙真的，我想说一句不太礼貌的话，真的是你心比天高，但是你命比纸薄。这些未婚或者是短婚未育的男的人家你只要是一提到这个女的带个娃，真的那个头都摇得跟拨浪鼓一样的。这个就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你别拿那些个案来说事儿，那个都是小概率事件那跟中彩票差不多。所以你有这种幸运吗？这个概率有多大，对吧？你要是还不信我说的，你可以自己去评论区聊一聊，问问这些未婚小伙子们，如果有两个女生条件完全一样，一个是未婚的，一个是离异的，你看他们怎么选所以呢，未婚女人你要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一点不要成天幻想。真的是如果你真的太迷茫了，可以来找我我们好好的给你做一个标准的准确的一个定位，好吧？83年的你都40岁了我说你怎么还这么天真呢？居然问我交友网站上认识的男人聊了几个月了都不提出见面是什么意思？我的天哪，你居然还问我要不要主动约他一下？我就问他这个男的是什么情况？他说比自己小5岁，非常优秀，然后呢那长相真是长到了自己心坎上说白了你就是喜欢人家呗，按耐不住了呗。我说你一个40岁的女人了，这个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人家跟你聊了几句就等于他看上你啦？人家为什么一直跟你聊着又不跟你见面呀？这么大的人了会不会分析？你就是人家养的一条鱼，你明白吗？你在他的鱼塘里你都不知道被排到了哪个位置。要真的感兴趣，他早约你了，还能等这么久？你就换位思考一下嘛如果你是这个男人，你能看上一个比自己大5岁的，长相也并不很出众的，身材还有点走样的，略微发福的40岁的女人人家那不是个杀猪盘你都万幸了赶紧烧高香。那些在交友网站上聊天的女人被骗财骗色的还少吗？真的是不清醒，还说自己就喜欢年轻点的长得帅的男人自己一年也能挣100多万不需要他太优秀。我真的是被你搞得真的下头。我说你要是真的是想找个年轻的弟弟，那你可得想好了，人家那可就不是图你的人了，那真的是图你的钱了。你得舍得给你的小男人花钱，你懂吗？而一个男人总是被你养着，时间长了你自己受得了吗？那比你年轻挣的又多的男人能看得上你吗？你咋就老得这么自信呢？你别看那些老男人找小姑娘那是人家舍得给小姑娘花钱。你以为小姑娘找老男人是图她的老吗？不可能嘛，对不对？那反过来小男人找你，那不也是一个道理吗？对吗？他不可能图你老，图你胖，图你子宫都走样吧？但是问题是自古女人都慕强，你又能熬几年？那你的小男人以后有了点本事了，仍然是想找个年轻的。
这个就是现实。所以呢，我奉劝那些整天做大梦的大龄剩女，想通过婚姻发财的，想找个弟弟结婚的，真的我奉劝你们收起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你们踏实一点，行不行？